公元前221年，秦王嬴政攻灭六国，将春秋战国以来的500多年的小国林立状态合并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。而嬴政认为自己的丰功伟业功过三皇，德兼五帝，所以自封为始皇帝，并称自己为朕。皇帝的命令则是诏，从此开启了中国帝制的先河。大家好，我是克里夫。之前我们在讲古典文明的时候，中国的部分一路从殷商聊到了西周，再进入春秋战国。而秦始皇开启了秦朝的同时，亚历山大的帝国已经分裂成4个小国，处于希腊化的时代。而罗马共和国刚刚跟迦太基人打完了第一次布匿战争，而印度则是在孔雀王朝无忧王刚刚过世不久的时期。回到中国，秦始皇不仅在并吞疆土上有强大的野心与能力，对于创立一个集权的专制帝国也有很大的抱负。他把各国不同的字体统一成一种能够通行全国的小篆，加上当时各国的钱币也不相同，所以当然也就统一成同样的货币。还没完哦，度量衡、车轨也通通统一规范。这样的统整有助于中央集权的管理，也能加速原本战国时期各国的融合。而对于怎么治理这个庞大的帝国，一开始秦朝也是充满争论的。有些官员认为应该效法商周啊，分封王室于各地，因为血缘关系才是最牢靠的。但李斯却认为这样会重蹈覆辙，封建制度会因为时间久了，让血缘关系变淡薄，变成春秋战国的乱局。秦朝应该吸取教训，改行郡县制度。因此，秦朝将全国分成36个郡，后来随着领土持续扩张，又慢慢增加了好几个郡。每个郡的最高长官就是郡守，而县的长官则是县令，两者都是由皇帝任命，并且随时会调任，避免成为地方上的割据势力。而中央的官僚制度则是以3公9卿为主。3公分别是处理国政的左右丞相、监察百官的御史大夫，以及掌控全国军队的太尉。9卿则源自于周朝，有掌控司法的廷尉，管理财政的治粟内史，负责外交的典客等等，都是由皇帝任命，并由国家财政给予俸禄。进一步强化了官僚体系的职责，也削弱了原本贵族的势力。不过，秦朝是透过武力征服其他6国嘛，所以秦始皇也很担心各国的反叛，因此没收了民间的武器，并将武器融化，重新铸造成剧中与12金人，还把全国的富豪12万户全部迁徙到了首都咸阳，好集中管理。又因为之前的武力并吞，战乱导致农业生产下滑，所以重农抑商，缩减城市规模，扩大农田面积。不过，在秦始皇推行各种政策的过程中，也是有儒生跳出来反对秦始皇的命令，再加上李斯的建议，所以秦始皇又决定进行思想上的控管，烧毁了除了医学、农业与卜巫以外的书籍，最后甚至坑杀了方士与儒生。在秦始皇兵强鼎盛的时候，各种统一政策与命令都能强行推广，也包括对外扩张，像是出兵广东、广西，甚至到达现今的越南北部。之后又派大将蒙恬北伐匈奴，宣示武力，并将原本战国时代燕、赵、秦的长城给连接起来，形成一道防御游牧民族南下的抵抗界限。题外话，目前存留的万里长城多半是明朝时期建立的，位置比秦朝时修建的还要往南许多。除了长城以外，还新建了阿房宫宫殿群以及巨大的陵墓。墓室里不仅有宫殿、河川、日月星辰，还有数以千计又各具特色的兵马俑。而为了扩张版图，修建长城与宫殿、陵墓，秦朝所动用的人力更是多到难以估算啊！根据学者的推估，可能到达当时总人口的15%，并且都以青壮为主，导致能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力十分低落，当然也就替之后的动乱埋下了隐患。公元前210年，秦始皇在第5次巡游全国的旅途中，突然重病不治，
原本他想要让长子扶苏从边境回到咸阳办理自己的后事，但当时在秦始皇身边的宦官赵高联合了丞相李斯，暂时隐瞒了秦始皇的死讯，立刻返回首都，并改立胡亥为帝，又下达违命，让扶苏与蒙恬自杀。之前大家会担忧秦始皇的赫赫威名而不敢造反，但在他死后，胡亥纵情犬马，赵高把持朝政，还把李斯给腰斩。各种乱政之下，公元209年，陈胜与吴广率领农民在大泽乡起兵叛乱，这就点燃了一把动乱的怒火，并逐渐烧遍了整个中国。陈胜自立为王，国名张楚。这个名字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，就是扩张楚国。而之前被灭的六国也重新有了复国的企图，于是各地叛乱重生。其中又以在吴中，也就是现今江苏省苏州市附近举兵的项羽最为有力。俗话说棒打出头鸟，秦朝的大军先攻打陈胜与吴广的军队。不过这两股农民叛乱的军队被剿灭后，并没有平息动乱，反而各地的叛军纷纷称王。而刚刚提到的项羽也立了楚国王室熊心为楚怀王，想要复兴楚国。再加上项羽骁勇善战，甚至还打败了前来讨伐的秦军，使得秦末的名将章邯、王离等都加入楚军的势力。而在楚军的势力中，出生于沛丰邑，也就是今天江苏省丰县的刘邦，势力也逐渐壮大。原本刘邦只是泗水的亭长，有点类似现在乡村警察的职位。后来他在一次押送囚犯去骊山建造陵墓的途中，让不少犯人逃脱。为了避免被罚，刘邦索性把所有的囚犯都给放了，然后带领一些亲信在附近落草为寇。之后，刘邦趁着陈胜、吴广起义时，也跟着举起反旗，占领沛县，号召了反秦的有志之士加入，像是萧何啊、曹参啊、樊哙啊等等，汇聚了3000多人。之后，他又率众东征西讨，又加入了项羽的麾下，成为楚军的其中一支。声势浩大的楚军逐渐瓦解秦朝的势力。之后，楚怀王又与将军们约定，最先攻入秦朝首都咸阳的人，可以被封为关中王。而项羽和刘邦都有意愿攻打关中，不过项羽因为北上支援赵国，加上他性格暴虐，众人担心他如果夺下咸阳后可能会屠城，因此便由刘邦率军西征攻打咸阳。而秦朝面对刘邦的来势汹汹，又屡战屡败的情况下，赵高却派人刺杀秦二世，也就是胡亥，并向刘邦求和，表示他愿意割地。但刘邦却不愿意相信赵高哦。之后秦王子因即位，先是杀了赵高，再动员所剩的军队据守关中，但仍然被刘邦所败。最后子婴向刘邦投降，这年是公元前207年，也被认为是秦朝灭亡的一年。入主关中的刘邦决定让受到战乱与秦朝严苛立法的人民休养生息，于是便和众人约法3章：一是杀人者死，二是伤人者罪，三是盗取者刑，并废除了秦朝的苛法，使得刘邦获得了关中的民心。随后项羽也急忙率领军队准备进入关中，但却被刘邦给挡在函谷关外。项羽大怒之下攻破函谷关，驻军鸿门。经过双方使者的交涉后，举办了一场非常有名的鸿门宴。从某方面来说，项羽和刘邦在这场宴会达成和解之后，项羽入主咸阳，分封诸将为王，又尊楚怀王为义帝。此时的项羽俨然是天下最大的掌权者，不过他却好大喜功，不仅杀了子婴，劫掠秦王宫的财宝，又放火烧了宫殿，并自封为西楚霸王。虽然他分封众多将军为王，像刘邦就被封为汉中王，而关中则封给了秦朝的3位旧将，不过却因为分封不均，引起诸王的不满，加上楚义帝被暗杀后，众人怀疑是项羽干的，这就让刘邦有了讨伐项羽的名义。于是刘邦先是北上灭了被分封在关中的3位将领，掌握关中，
又说服不满项羽的其他诸王反叛项羽，这就让项羽和刘邦之间展开了多年的楚汉相争。其中一些小战役，项羽依然靠着武勇常常获胜，但却因为他的性格粗暴，也渐渐丧失人心。反倒是刘邦雍容大度，虽然屡败屡战，却能将众多将领逐渐聚集到他的这一边。公元前203年，项羽被迫跟刘邦谈和，以鸿沟为界，西为汉，东为楚，互不侵犯。项羽依照约定放回人质，也就是刘邦的父亲与妻子，并领兵东归。但刘邦却发动突袭，并在城下之战再度大败楚军。公元前202年，汉军包围楚军于垓下，并唱起了楚国歌谣，瓦解楚军的军心。项羽更是因为无颜再见江东父老，而在乌江自刎。获得胜利的刘邦，便在众位将领再三的拥戴下登基为帝，定国号为汉，开启了汉朝的时代。而为了与之后因为被王莽篡位，天下大乱，刘秀重新再建立起的政权做出区隔，一般我们称刘邦所建立的政权为西汉，或者是前汉，而之后刘秀扫平天下创立的王朝称为东汉，或者说是后汉。而我们后续就用比较主流的西汉与东汉的说法，继续跟大家聊聊。西汉定都于长安，政治制度多半沿用秦朝的体制，但因为连续好几年的战乱与动荡，使得初期的政策方向都以安定民心、减少税赋为主，同时重农抑商，并且分封功臣，大约有140多人被封为侯，依照功劳大小赐予万户或百户等领地。不过，侯国内的官员主要还是由中央派遣，并非完全独立。完全独立的，则是跟刘邦一起被封王时，同时也一起被分封为王的其他诸侯国，或者是在楚汉相争的时候，就已经是地方上独立的势力。这些王国在汉朝建立的初期，仍然维持着独立的状态。因此，如果说秦朝的制度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，那么汉朝则可以说是郡国制。由于汉朝直接掌控的领地并不大，所以如何处理这些非刘氏的异姓诸王，就是刘邦的重大问题。于是他透过各种手段与征伐，逐一消灭这些异姓王，并改分封刘氏为王，并在白马之盟与众人立下约定，非刘氏而为王者，天下共击之，达成实质上的完全统一。终于解决内忧外患的刘邦，让军队解甲归田，依照他们的功劳免除劳役，并赋予土地良田，让农业生产力逐渐提升。而对于因为战乱而流亡他乡的人民，承认他们原有的土地，再加上诸侯与贵族的消灭，让许多奴隶被释放出来，使得战后的社会也逐渐恢复安定。可惜的是，公元前195年，刘邦在暴病讨伐异姓王英布后，不久便驾崩，之后由长子汉惠帝继承。不过，国家的权力却逐渐被刘邦的妻子，也就是吕后所把持。而体弱多病的惠帝死后，吕后又立了2位傀儡皇帝，并削弱刘氏的势力，又封吕氏宗亲为王，破坏了刘邦在白马之盟非刘氏不得为王的约定。因此，在吕氏死后，倾向刘氏的大臣便铲除吕氏一族，避免吕氏篡汉，并迎接刘邦的儿子刘恒继位，也就是汉文帝。汉文帝延续汉初重农抑商的政策，采取老庄思想的无为方针，让人民能够休养生息。此外，汉文帝为了奖励农耕，不仅亲自下田耕作，又多次免除田租。而在之后的汉景帝也延续文帝的政策，并把刘邦定的1/15的田租减半为1/30，希望能够缓解农民的负担。而也因为汉文帝与汉景帝同样都崇尚无为而治，使得汉朝才能逐渐走向繁荣。这段期间，不仅社会安定，经济也逐渐恢复，国力逐渐超越了春秋战国时的动荡时代。于是，我们后来便把这段时期称为文景之治。不过大家都知道，一旦经济走向复苏，社会逐渐走向繁荣的过程中，不可避免的
贫富差距也就会跟着慢慢扩大。商人与手工业者慢慢累积财富，而他们在运用钱财去并吞更多的农地，而原本的农民也就跟着沦为佃农或奴隶。这样的富商或豪族的阶层也会垄断地方上的政治势力，而1/30税反而让大地主更能集中财富，这些都让社会秩序出现危机。此外，更不能不提其他流氏蛛网的问题，这在周朝就已经有过前车之鉴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原本紧密的血缘关系也会逐渐淡薄疏远，而在地方上形成割据势力的王侯，只要有称帝的野心，那么引发动乱或内战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。这样看来，我们不禁会纳闷，汉朝似乎放弃了皇帝拥有更大权力的秦朝郡县制，反而走回去周朝封建时代的老路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或许对刘邦来说，上一个用郡县统一天下的秦朝不到20年就灭亡了，而周朝的封建看起来虽然差了一点，但却存在了800多年，这两者之间可说是天差地别啊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究竟要怎么选择呢？我猜刘邦想到的是，小孩才做选择，我全都要，所以才有所谓的郡国并行的出现。不过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，这样分封诸王所带来的隐忧又要怎么办呢？这当然又是下一个故事了。九卿则是源自于周朝，有掌控司法的廷尉，管理财政的治粟内史，负责外交的客典，九卿好，九卿则源自于周朝。之前大家会担忧秦始皇的赫赫威名而不敢造反，但在他死后，胡亥重秦权马，赵高把持朝政，再一次，好，但在他死后，胡金为楚怀王，想要复兴楚国，再加上项羽骁勇善战，甚至还打败了前来讨伐叛乱的秦军，使得秦末的名将章邯王离，使得秦末的名将章邯再一次，甚至还打败了前来讨伐的秦军，